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人称台湾奇人的科学家杨定一博士。他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宗教2000年来都没有说出的秘密，将带领我们探索科学与灵性交汇的奇妙境地。杨定一1958年出生于台湾，父亲杨正民是知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专家，母亲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7岁那年，杨定一家人移民到了南美洲的巴西。年幼的他一句葡萄牙语都不会，但不到1年就掌握了当地语言，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更令人啧舌的是，杨定一从小就是名副其实的神童。他在小学时期经常逃课，但无论老师考题多么刁钻都难不倒他。老师们为了赶走这个太聪明的孩子，干脆让他不断跳级。有一年他甚至创纪录地连跳3级。13岁时，杨定一已经读完高中，参加全国高考，并以第1名的成绩录取。1971年，年仅13岁的杨定一以破纪录的年龄考上了国立巴西利亚大学的医学系。然而，当时巴西并不允许未满法定年龄的少年进入大学。这位天才少年的出现，让大学校长亲自出面游说政府修改规定，破例录取了杨定一。整个国家为了一个学生而改变政策。消息传开后，引起南美媒体的轰动。杨定一旋风席卷了整个巴西，连足球王国的球王比利一时风头都被这位13岁少年盖过。各大厂商纷纷上门邀请杨定一拍摄广告，甚至直接送给他一辆轿车作为报酬。他拍摄的电视广告在巴西连续播放了1年半之久，家喻户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国名校耶鲁大学也曾向13岁的杨定一抛出橄榄枝，同意破格录取他，但他最终选择留在巴西完成医学学位。然而，这样的学习天才却压根儿不在乎名次和成绩。他很小就察觉到，人类自己制定的种种规则其实在制造不平等。举例来说，学校里考试排名让学生彼此比较，长大成人后，社会上又充满功利竞争。现实世界的种种矛盾与他从信仰中领悟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正是这些现实中的悖论，推动年轻的杨定一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杨定一自幼不仅是学霸，内心也对神秘的灵性世界怀有强烈好奇。他曾回忆，童年时有一次在祈祷时，竟然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动了起来。耶稣从一片洁白的金光中走到他身旁，慈爱地将手放在他头顶上。如此神奇的经历并非仅此一次，他还说过自己时常能见到天使，甚至目睹过传说中的龙族。据传，少年时期的杨定一还曾带领亲友在夜空中观测到一颗会移动的奇异星星，诡异的光点仿佛并非普通天体，让在场的人至今印象深刻。这些经验究竟只是孩童的幻象，还是揭开了生命真相的一个侧面？这个疑问成了他日后探求真理的动力之一。完成中学教育后，杨定一的人生轨迹继续开挂般的发展。17岁时，他取得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生化博士学位；21岁时，又获得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年仅27岁，他便担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分子免疫及细胞生物学系主任，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系主任。同时，他也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担任顾问委员，活跃于国际顶尖的科研领域。作为一位站在科学尖端的学者，杨定一和同事率先发现，人体的白血球，也就是 T 淋巴细胞和自然杀手细胞，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蛋白质武器，名为穿孔素，可以刺穿癌细胞或受病毒感染的细胞，并将其杀死。这项发现后来被写入医学教科书，令他一度被视为诺贝尔医学奖的热门人选。杨定一在世界顶尖期刊发表了200多篇科研论文，获得爱丽丝岛荣誉奖章等殊荣。在全世界眼中，他无疑是光彩耀眼的华人科学奇才。1988年，杨定一与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的次女王瑞华结婚，一时间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被称作台塑驸马，也就是豪门女婿。婚后的他开始涉足企业界，出任台塑在北美的塑胶制造公司总经理，并担任长庚大学、明治科技大学等校的董事长，以及长庚生物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等重要职务。在外界看来，此时的杨定一可谓典型的人生胜利组，学术成就斐然，产业地位显赫，家庭背景显贵，
几乎拥有世俗意义上一切成功要素。然而，正当旁人以为他功成名就、意气风发之际，杨定一内心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体悟。2016年，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坦言，执着于虚幻的表象，即使拥有金钱或地位，也不会真正快乐。换言之，金钱与名望带来的快感往往短暂而虚幻，反而可能成为束缚心灵的枷锁。这番出人意料的自白，点出了杨定一从繁华中看破虚妄，转而追寻心灵自由的决心。事实上，早在事业巅峰时期，杨定一就开始潜心探索灵性与生命本质。多年来，杨定一在繁忙的科研与工作之余，默默体悟着这些灵性经验，并未向外界张扬。直到近年，他才决心将自己的所见所悟整理成册，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奇迹》的作品，向世人揭示他所体验到的种种不可思议现象和宇宙观。对于一位曾站在科学前沿的顶尖学者而言，如此公开分享灵魂出体、天使异象等超常经历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杨定一正是以这种不拘一格的姿态打破了科学与灵性的界限，因而被许多人称作真正的奇人。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杨博士在《奇迹》一书中揭露的那些奇妙体验。在《奇迹》一书中，杨定一分享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亲身经历。例如，他提到儿时刚入睡前，耳边常常响起神秘悠扬的音乐，仿佛来自天界的天籁。随着音乐回荡，他的意识竟能脱离身体，在房间上空飘荡俯瞰，经历了一次次灵魂出体的奇幻旅程。成年后，这种天音渐渐消失，但幼年所见证的奇事远不止于此。杨定一说，他可以在闭眼静坐时清晰看到自己体内的状态，仿佛具备透视内观的能力。他的内在视野里经常浮现出耶稣、观音等圣者的身影，带给他无比的安定与启发。有一次在教堂里，他突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从天而降，灌注全身，恍若亲身接受了一场灵性的灌顶。这种难以言喻的祝福体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更奇特的是，他还经历过一次颠覆重力想象的反重力跳跃。同年某天，他心血来潮地试图跳高，结果身体仿佛变轻了一般，一下子跳得比门框还高出将近1公尺。这超乎常理的跳跃令在场的大人目瞪口呆，也让杨定一领悟到，许多身体上的限制其实源自我们的心理预设。如果能打破固有的观念框架，我们的潜能可能远远超出想象。除了个人体验，杨定一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理论见解，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他的螺旋场理论。他认为宇宙万象皆起源于一种普遍存在的螺旋能量场，正是这个看不见的螺旋场创生了一切生命、能量与物质，甚至包含了意识本身。也就是说，生命和意识与宇宙的本质其实是一体相通的。相比之下，当前主流科学的宇宙观仍然局限于把宇宙视作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因此无法洞见背后更宏大的真相。杨定一还分享了他独特的读书方法，只要静下心来专注感应，一本书中似乎残留着作者的生命场讯息，他能透过这种能量共振去领会作者思想的精髓。他认为这其实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领，只是大多数人从未发觉。说穿了，这不正是传统上所说的他心通吗？这种看似匪夷所思的读书方式，对杨定一而言却是真实可行的心灵技巧。谈及现实与大脑的关系，杨定一引用现代神经科学的成果指出，我们透过大脑所感知到的只是一种体验式的现实，和外在世界的客观真相并不相同。我们的五感和大脑好比一座投影仪，将接收到的讯息解读成有意义的影像与声音，但呈现给我们只是全部真相的冰山一角，而且往往带有种种扭曲。佛家所谓一切如梦幻泡影，在他看来绝非夸张的比喻，而是对世间真相再贴切不过的描述。如果人们执迷于感官所见和头脑中的投射，就无法洞悉宇宙最根本的实相。随着人生阅历渐长，杨定一在灵修道路上屡次体验到瞬间顿悟，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转折。其中一次是在纽约的一家书店里，他偶然瞥见印度圣者拉玛那·马哈希的照片，霎时间仿佛触动了尘封的前世记忆。
令他身心剧烈震荡，泪流满面。他形容，那一刻，他认出了照片中的圣者，内心涌现出莫名的熟悉感与崇敬，仿佛跨越时空，与自己的灵魂深处对话。这次不寻常的邂逅，成了他灵性旅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另一次转折发生在他潜心研读六祖坛经时，杨定一忽然感到意识脱离了身体，整个人仿佛悬浮在半空中。在那奇妙的出神状态中，他的心识冲破了时空的藩篱，触及无量文明的图景和宇宙源头的奥秘。他深刻体悟到，过去自己累积的知识框架竟然如梦幻泡影般不堪一击，那些引以为豪的学识全都是后天观念的堆叠，反而遮蔽了对真理的直接感知。领悟至此，杨定一毅然决定全盘重来，放下以往所学的一切成见，以谦卑的初心重新出发，去探索生命与宇宙最根本的真相。在随后的漫长静坐修行中，杨定一多次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意识旅程。他回溯至自己更久远的过往，仿佛亲眼见证了一些前世的片段，包括曾以美洲原住民萨满巫师身份生活的经历等等。他的内在视野甚至目睹了一些高度文明的兴盛与毁灭。在灵性的长河中，他看见古老的高科技社会最终走向灭亡的震撼画面，这让他猛然醒悟，人类无论将科技发展得多先进，最终仍会发现物质手段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人类唯一的出路不在外界，而是在每个人内心的深处。只有向内返本，找回源头的自己，才能真正化解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历经这一连串的顿悟洗礼，杨定一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明白，返本归真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回那个原初的自己，恢复与生俱来的灵性本源。道家讲返璞归真，佛家说明心见性。那些佛菩萨所象征的大智大悟，并非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人人本自具足的内在宝藏。杨定一强调，外在的物质成就无法带来持久的喜悦，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拥有多少选择权，而在于能否觉察并放下内心深处无形的执着枷锁。值得注意的是，杨定一也洞察到近代以来人类意识正在悄然转变的新趋势。他谈到灵性领域常提及的靛蓝小孩与水晶小孩现象。据说有一批灵魂带着特殊使命来到人间，在1970年代前后出生的孩子中，有人被称为靛蓝小孩。他们往往对物质名利漠不关心，从小展现出高度的共情能力和灵性智慧。据说这些孩子的气场中带有蓝紫色调的靛蓝光芒，只是由于形式独特，不太合群。靛蓝小孩们经常被误认为有过动症或自闭倾向。紧接着，在2000年后，又出现了新一代的水晶小孩，他们据称散发出乳白或红彩般的光芒，天生拥有丰富的创造力，思维方式开放而有弹性。有些水晶小孩性格快乐、宽容，对环境和他人的感受极为敏锐。杨定一认为，这些水晶小孩将来会扮演关键角色，他们会打破旧有物质文明的框架，带领人类迈向更和谐友善的新纪元。而杨博士本人写作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以及他定期举办的全球共修课程，其目的都是为了给这些新世代提供指引，帮助更多人唤醒内在沉睡的潜能。谈到人类未来的走向，杨定一多次提及各宗教文化中的救世预言。他指出，许多古老传说都描述过乱世中将出现一位拯救者，包括西方宗教期待的弥赛亚，佛教预言的弥勒尊佛，乃至中国预言奇书《推背图》中暗示的紫薇圣人，似乎都指向相同的未来图景。当人类陷入空前的危机时，一位大觉者将降临人间，引领世人走出黑暗。杨定一分享自身经历与洞见，无非是希望唤起世人的警醒，唯有放下对金钱、权力和旧有知识体系的执着，提升自我的觉知与灵性，我们才能迎接人类意识的新阶段降临。最后，我们不妨回顾杨定一博士带给我们的启示。他以非凡的科学成就为引子，引出了跨越宗教与科学藩篱的灵性体悟，从童年超越常理的感官经验，到对宇宙螺旋场的惊世见解，再到数次顿悟引发的价值观颠覆。杨定一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真相唯有透过内在觉醒才能得见。
宗教经典流传千百年，也许早已隐含这些智慧，但只有当我们亲自去印证体验，才能将信仰化为真正的知见。本篇中我们提及了靛蓝小孩、水晶小孩以及救世预言，这些其实都指向同一个讯息：人类正站在意识跃升的门槛上。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紧抓过去那些虚幻不实的荣耀与执念，而是学会回归本心，超越种种表象的迷雾。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清醒，愿意找回内心深处那份纯净的初心，人类整体的觉悟将水到渠成，迎来崭新的未来。总之，杨定一博士奇异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外在的成功与光环终究只是幻影，唯有向内探索才能触及永恒的真理。他正以科学家的理性和圣者的直觉，为我们展现一条融合科技与灵性的觉醒之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放下执着，打开心眼，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属于自己的奇迹，亲眼看见那宗教2000年来没有说出的终极秘密。这正是杨定一博士对世人的期许，也是这支影片想传递给您的讯息。让我们一起敞开心灵，迎接人类意识的下一次飞跃。